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功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存存档里面给它嵌套一个创造档。那么这个创造档呢，我们可以在里面来设计一些机器，做一些建筑。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到我们的生存存档里面。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在生存存档还有普通的创造存档两个之间进行不断的切换，这样会带来很多的麻烦。首先说明一下，我写的这一个插件呢是用的原版的数据包，我们可以输入 datapack， 这个好像不能用啊，也许是这个指令我们需要对局网开放选择一下作弊，因为我现在是不能够用作弊的，这个 game mode 指令是不能用，但是呢，我们这里却有一个 trigger 指令，这个指令就可以触发我们到那个世界，到那个创造档世界的指令，我们只要输入这个指令。好，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创造存档。这个存档我们现在是创造模式，我们可以随便从里面拿东西，拿出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设计一下机器。比如我们喜欢做一些红石的机器，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些活塞、粘块等等，然后在这里开始搭建都可以。然后我们做完了，我们想回去同样这里也是有一个 trigger 指令，然后这里面它有3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我给它命名，这个世界叫做超频毯啊。由于这是用超频毯的生成的机制来生成的，所以我给它命名叫 flat。如果你要回去呢，这里有一个 overworld， 只要输这个就可以回来了。当然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身上的东西被清掉了。我们刚刚手上是拿了一个活塞，一个粘块，现在它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它是不是互相互通的？你从这个世界过去，你是不能带东西过去；从那个世界回来，你不能把那个世界的东西带回来，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你可以临时到里面搭建一些东西，然后看一下做的对不对。如果做的设计好了，就可以把它搬到这里面来，把它做出来。当然，这个 mode 要配合投影 mode 会比较方便。我这里没有装投影 mode。好，首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如果要进入那个世界，超频毯实验的世界，我们不能够身上有东西，因为我现在写的这个数据包啊，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自动储存身上的物品，所以我们现在身上有物品，我们再用这个指令到超频毯世界的话，现在它会提示请先清空背包里面的物品或者装备栏里面的物品，我们必须要把身上的东西把它放到外面去，或者把它丢掉。只有当没有物品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再用刚刚的那个指令。好，我们再用这个指令，现在就过来了。我们过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下面有一个玩家加入了。那么这个玩家是 copy 的这个 mode。如果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 copy 的 mode 是干嘛的。它可以用来召唤一些纸人，来帮我们在主世界挂机啊，不光是主世界，其他世界都可以。我们按一下 Tab 键，可以看到下面现在已经有2个玩家。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要退游戏，大家会知道退游戏的话就会造成让那个纸人直接掉线。好，我退一下，现在再进来呢，游戏里面就只有我们一个人。现在按 Tab 键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说明这个世界是只有我们一个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 trigger 指令返回。这个时候返回就没有用了，就回不去。然后下面给了一排文本，然后他说啊，傀儡玩家，也就是刚刚我们挂机的那个纸人 Flat， 他不在游戏中，所以呢，你现在不能回去。我们返回主世界的原理呢，就是通过那个玩家来标记坐标点，回到主世界就是依靠它，我们直接把我们 TP 到那个玩家身上，然后把那个玩家给杀掉。所以就实现了这一次传送。这个时候呢，没有那个玩家的辅助，所以我们就不能回去。然后这里有一个提示的指令，可以用 trigger help 来回到主世界，我们就打一下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2个，一个 flat， 一个 overworld， 然后这个 help 还没有说，这个 help 呢就只限于这种情况使用。让我们回车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玩家已经加入了，但是呢，这个玩家加入的坐标值跟我们之前来超频毯之前的坐标值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最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加入的这个玩家，他的坐标位置呢是
0、100、0啊，这是我给它规定的一个初始的坐标值，这会导致你回去的时候就不再是刚刚来超频塔之前的位置。我们回去看一下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水里面，打开 F3 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坐标是06220，但是因为直接从空中把它召唤下来，然后就掉水里面去了，我们就不得不游回去。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也不好，所以呢就直接掉到水里面去了。相信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我们在这2个世界之间传送呢，我们的身上的模式它会不断的改变。传送过去，我们就变成了创造模式，回来呢现在就是生存模式。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呢，就是目前这个数据包的一些缺点。缺点就是必须要在有 copy 的端啊，有 copy mode 的前提下才能够运行这一套数据包。如果完全原版的不装那个 mode， 当然也可以。我之前也是试过用，好，这里先把作弊打开，用 summer 指令可以生成一个 armor stand， 就是盔甲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盔甲架呀，可以用它来当做一个记坐标的方式。我们再召唤一个，它后面是可以给它加，好，先不慌，这里不是这样打的，先要给它选择位置，然后后面可以加 NBT 标签。这里面 NBT 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是什么 tags 啊，有点忘了，这个我得去翻一下之前写的那个代码，毕竟这个数据包也是去查 wiki 写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写了然后很容易忘，这个很正常。其中有一个 NPD 标签呢，可以拿它用来做标记用的，只要它变成一个标记之后，你打是打不到它并且呢你是无法在它上面放上装甲，也是放不上去的。当然也可以让它是否显示，它有一个invisible 这个 tag， 可以让它看见，或者是不让玩家看见都可以。但是用盔甲架来实现这种传送功能呢，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只能够在你加载的区块里面才能够执行这个指令。如果它所在的区块没有被加载，那你执行传送指令，因为我们用传送指令是用的 execute 的，然后在它身上，也就是在这个盔甲架身上使用这个指令，然后就让它来传送我们，把我们传送到它的身上，这就实现了一次传送。然后很遗憾的就是必须要保持这里的区块加载，所以呢还是存在一部分的问题要解决。我现在技术还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第二点，我们要去超频塔这个世界，我们身上有东西有东西我们要把它丢掉。当然你可以在旁边放一个箱子，然后把这些物品都丢到箱子里面去。好，我们再过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传送门，首先地狱传送门是不能建的，我就还是演示一下吧。它做出来是没法点火的，没法点火，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是什么原因。然后大家肯定很关心末地传送门，因为我们如果要来尝试一下做刷刷机如果我们要在创造档里面做刷刷机，那就必须会用到这种末地传送门。这个玩意你把它点亮之后，它就和主世界的末地就打通了，就完全是同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你从这里到末地去，你就相当于从你的主世界然后到末地里面去了。最后打完龙，你会发现呢，你又回到出生点了，结果你又是创造模式回到出生点，所以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好，我们进来了，这里的龙呢已经提前被我处理掉了，然后再回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我们回来了，并且这个纸人还在这里，哇，他居然还拿着命令方块，我们就回来了。然而现在是创造模式，所以这个数据包还在我在慢慢的研发过程当中，要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何解决多人模式下这种传送的问题，毕竟现在我写的这个代码只适用于单人模式，你多人模式你就没法再召唤小伙伴了。
你要召唤第2个小伙伴，你就得用不同的名字。所以的话，如果按照现在的代码的话，是无法实现2个人都传送到长平台。所以这就是目前所要做的一些工作。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